大约在15000年前左右，有部分的亚洲民族，其中以蒙古人种居多，他们一路往东北迁徙，穿越白令海峡。当时海平面还没有这么高，所以白令海峡是可以行走的陆地。就这样，他们来到了北美洲，接着又慢慢往南移动，逐渐扩散到美洲各地。而跟美索不达米亚文明与古埃及文明差不多同一个时期，在安第斯山脉西部的几十个河谷中，也借由考古发现了古文明的存在。但比较可惜的是，他们还没有文字的出现，使得我们对他们的了解相对薄弱许多。大家好，我是克里夫。安第斯文明的遗迹包含了庞大的 U 型神庙，以及约莫有一个足球场这么大的库房遗迹，墙壁上装饰着彩绘的豹、蛇与蜘蛛等图案。另外，他们也不是仰赖大河的古文明，而是依靠海洋进行捕鱼为业，并在西元前2000年左右，他们从海岸迁徙到山坡地，原本的渔猎经济也转变成农耕灌溉，主要种植番薯、花生与豆类。这种改变可不简单哦，除了技术的移转之外，他们还要适应1万英尺的海拔高度。不过，根据考古遗迹，看起来他们适应的还不错啦。在利马以北，靠近泛美公路的2个遗迹，分别是一座金字塔与一座 U 型神庙，2个都高达10层楼高。而安第斯文明的农业、建筑风格、艺术等等，也都影响了之后的许多文化。大约在西元100到700年左右，在秘鲁的安第斯山脉西部默切河口的遗址中发现，默切人或者称为默奇塔尔人，利用河流建立起广泛的灌溉系统，透过农业水利把原本的沙漠地形改造成富饶的农业区，主要种植玉米、豆类、辣椒、酪梨等等。虽然他们还没有文字，不过却在陶器上刻画优美的线条来记录他们的生活。默切人建造带有方形平台的金字塔，并以此作为宗教与行政的中心。祭司与武士透过神权与军权掌控整个社会，这我们可以从他们死后会有嫔妃、仆人等陪葬作为证明。另外，他们的金字塔并不是用石头建造的，而是用风干的砖头搭建而成，所以受到不小的侵蚀。以最大的一座为例，高41公尺，占地5公顷左右。其中没有遭到盗墓的陵墓中，还可以发现不少的宝石与黄金器具，像是神祇或武士的雕像等等。在默切人之后，紧接而来的是蒂亚瓦纳科文化，他们兴盛的时期大约在西元600到1000年左右，文化的中心在玻利维亚西部附近。他们能在没有起重机与滑车的状况下，用巨石建造神庙与防御工事，而他们优异的建筑与社会组织能力也传承给接下来的印加人。我们可以说，在美洲古文明中，占地最辽阔、社会组织最严密的文明就是印加文明了。在它最兴盛的时期，领土范围包含现在的秘鲁、玻利维亚、阿根廷、智利北部等地区。受惠于蒂亚纳科人的技术，让印加人可以把南美西侧的多盐地区逐步改造成农业田地。虽然幅员辽阔，但他们并不是一个传统上认为的帝国，反而比较偏向部落联盟。印加人的霸权从西元1100年开始，到15世纪末达到顶峰。他们的国家透过一个个部落组成，每个部落再由各个大小氏族所构成，而部落受到长老会议所控制，部落联盟则受到王族所统治，统治者的头衔是印加，这便是我们称呼这个文明为印加文明的由来。其实跟古埃及有一点像哦，印加的统治者印加被视为太阳神的后裔，而为了保持血统的纯正性，他们也会娶自己的姐妹为妻。当然，
他同时还会有许多的嫔妃，而他的子孙们全都被列为王族的一部分，使得太阳神的孩子逐渐成为一群人，接着再慢慢变成贵族阶级。不过他们的社会阶层会比古埃及还要严密许多，从最上层的印加统治者往下依次次部落和氏族首领，再到平民百姓。一般平民每10个人组成一个小队，每个小队会有1位小队长，层层结构组成了集权的统治社会。刚刚有提到印加人将岩石地区转变成农地嘛，他们除了劈开坚硬的岩石，还把陡峭的斜坡给整平，在山谷两侧开辟梯田，扩大耕地面积。而除了玉米以外，还种植马铃薯等农作物。此外，他们也驯化了羊驼和美洲驼，前者作为肉食与毛皮的来源，后者则用来驮运物品。农业制度方面有点像是共产社会哦，土地原则上是印加拥有的，它会定期进行平均分配，务农的工作由所有人共同承担，羊驼的毛也是由众人一起协力剪下，过剩的农产或手工制品则会保存在公共仓库中，遇到粮荒则会开放粮仓进行配给。在这样的制度下，私人财产和自由意志的观念十分薄弱，就连职业也是世袭的。国家会替成年人安排好工作，让就业充分，犯罪率低，生产率高，老弱也能得到照顾，整体呈现一种既安全却又没什么自由的社会天堂。至于另一项继承蒂亚纳科的是建筑技术，印加人建造了许多大型建筑，像是秘鲁首都库斯科周围的巨大石堡。建造石堡用的石块之间没有任何灰浆，但却又严密缝合。或是他们建造了桥梁、引水管道，更在山间修建公路，设立邮政系统。可惜的是他们还没有马匹，所以邮件当然是靠人力跑步传递。虽然他们没有铭文或书籍，但他们会用不同颜色的结绳作为记录，用于商业贸易或是重要档案的保存。而他们最先进的领域应该属于外科医学，甚至能够进行开颅手术，也就是把头颅给切开做脑部治疗。最后是他们的宗教，令人意外的是，印加人也相信我们熟悉的轮回与天堂、地狱等观念。虽然他们相信有其他的神奇，不过却只修建太阳神庙，因为太阳神是王族的祖先嘛。正因如此，神庙都盖得富丽堂皇，还用许多片金叶装饰。而统治者印加死后，也会被安葬在神庙中，而他的嫔妃与侍从则会跟着陪葬。好，聊完了位于南美洲的印加文明，接下来我们来看中美洲的部分。大约在西元前1250到1150年左右，或是在更早之前，青铜时代的非洲与欧洲人乘着木质小船，随着大西洋季风一路航行到南美北岸，进入墨西哥湾，并在墨西哥沿岸热带地区定居，成为后来我们所知道的奥尔梅克人。他们最有名的遗址是14个巨大的石造人头，高6到9英尺，重10到40吨，而且面部还带有非洲的特征。此外，在他们生活的地区还发现不少带有同样脸部特征以及黑人法式的陶制泥偶，而他们的服饰与礼仪图案也跟埃及有所关联。不过奥尔梅克人的信仰却是一个人豹合体的神，可能还有一些对于羽毛神的崇拜，而这些都深深影响到接下来的美洲文明。大约在西元100到600年左右，墨西哥中央谷地发展出了一个名为特奥蒂瓦坎的文明。他们的圣城在现今的墨西哥附近，人口规模在兴盛时期更高达20万左右。他们的社会文化也是建立在宗教的基础上，并因此兴建比埃及金字塔还要更庞大的十字金字塔。不过
跟埃及不同的是，他们的金字塔是神庙而不是陵墓，而他们崇拜的是有羽毛的蛇神奎扎尔科亚特尔。西元700年左右，特奥蒂瓦坎被来自北方的侵略者给征服后逐渐没落。200年后，一个好战的民族托尔特克人在图拉建立了文明的中心。虽然他们的文艺成就不如特奥蒂瓦坎人，但他们向外扩张与传播的力量却远胜前者。好战的托尔特克人自然是以军事性为主的社会，与神权信仰的特奥蒂瓦坎不同哦。不过他们却还是把羽蛇神的信仰给加以完善，赋予丰富的神话故事。而另一个受到奥尔梅克文化影响的则是玛雅文明。玛雅人原先从北往南迁徙到墨西哥沿岸定居，继承并取代了原先在这个地方的奥尔梅克文明，并在西元开始之际抵达了瓜地马拉高原，并逐渐发展成熟，大概在西元300到900年达到顶峰。紧接着在11到12世纪，玛雅文明与托尔特克文化互相融合，托尔特克人甚至还占领了玛雅人主要的祭祀场所奇琴伊察。玛雅文明也跟印加文明相似哦，都以农业发展为基础，不过他们的耕种方式却很原始哦，没有牛或马等耕作动物，除了狗和鸟以外，也没有其他的家禽。此外，不知道是他们在发展上忘了开发或怎么样，他们也没有轮车这种器具。许多居民多半还是住在泥屋或芦苇屋中。尽管如此，他们还是能够建造一座座阶梯型的金字塔、宫殿以及许多大型的公共建筑，并在墙壁上刻画石雕、壁画、木刻等等。此外，他们也精通数学与天文学，透过刻在石柱上的历法，让我们了解玛雅人对于历法的研究有多么的惊人。玛雅人历法在复杂、精密与对称上远远超过古代的其他民族的太阳历。他们试图把天上的时间与地球的时间给结合，同时这部历法还是一个资料库哦，因为他们把历史、神话与季节变化等等资料都结合起来，并搭配行星的轨迹与月亮的圆缺，这让他们可以在任何一个特定的时期往前或往后推算每一年的每一日，有点像我们现在以西元前后来计算日期。而透过这样的方式，让他们可以记录大量的数据。也因为透过如此庞大的计算与记录，玛雅人逐渐发明出属于他们自己的文字。一开始主要是以象形文字为主，大约有600个符号，后来大约有1%形成发音符号。如果还能够继续往下进步，很可能也会发展出字母表。可惜的是，后来玛雅文明渐渐没落，又被北方来的另外一个民族所给取代。在12世纪左右，从北方南下的阿兹提克人迁徙到了墨西哥，征服了当地的部落，并组成了一个由20个部落联盟联合的大本营特诺奇蒂特兰。这座首都原本位于沼泽当中，不过在经过改造之后，却成为易守难攻的要地哦。他们在周围兴建堤坝、公路与运河，城市的街道由石头铺砌而成，并透过引水管线将活水导入城市当中。阿兹提克文明可以说是所有美洲文明的综合体，文字使用的是原始的图画文字，历法则是沿用托尔特克人的太阳历。虽然说文字和历法都没有比玛雅文明更为进步，但他们却在宗教与艺术上更上一层楼。阿兹提克人擅长铜、金、银等工艺，还能用石头与动物的外壳制作出精美的镶嵌画。不仅如此，在陶器与服饰织品等装饰也跟玛雅人不遑多让哦。当然，他们依然继续建造金字塔，周围还有高墙围绕，而神庙通常位于金字塔的顶端。
但跟玛雅人不太一样的是宗教信仰的变化。玛雅人主要信仰的神祇是森林与天空中的神灵，还有确保农业丰收的雨神，并且还会进行人祭。而统治者则将羽毛神视为天与雷神，并称他为库库尔坎。不过呢，阿兹提克人则把蛇神称为奎扎尔科亚特尔，并且认为蛇神是从属于太阳神与战神的神祇，同时也保留了人祭的习俗，并透过对外的征战来获得更多的人祭来源。也因为阿兹提克人是个更为好战的民族，他们的国度基本上是一个武士的社会，社会阶层多半属于祭司与战士，他们透过不断的战斗与严厉的惩罚制度，确保了文明的延续，并在最兴盛时，居民约有20万人左右。虽然说美洲文明的各个民族都有不同的发展与特色，不过共同特征也不少哦，像是他们的宗教信仰、艺术风格等都颇为类似，同时他们也没有私有土地的概念哦，更没有土地买卖的行为，因为土地是全体共有的财产。而社会上则是有部落联盟、部落与氏族所组成的血亲集团。这些种种文明的发展其实并不会逊色于其他像是美索不达米亚、印度等古文明，而如果不是西班牙与葡萄牙等欧洲民族的入侵，他们未来的发展或许也不会输给埃及、中国等文明。好，在一一讲完所有古文明的故事后，接下来我们准备把目光拉回地中海附近，下一集就让我们准备进入古典时代。大约在西元前100到700年左右，在秘鲁。西元没有钱哦，没有钱，对，没有钱哦，他们好晚。好，在它最兴盛的时期，领土范围包含现在的秘鲁、玻利维亚，领土范围包含现在的秘鲁、玻利维亚。好，在它最兴盛的时期，领土范围包含现在的秘鲁、玻利维亚、阿根廷、利治北部等地。智利好，利治是另外一个国家吗？没听过。好，只有智利。好，他们最有名的遗址是14个巨大的石造人头，高6到9英尺，重40到40吨，而面部10到40。哦，10到40。刚刚是念40到40。他们最有